宇宙边界在推进，韦伯发现135亿年前的秘密，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？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绝对能让你的大脑 CPU 原地干烧。先问大家，如果你能看到135亿年前的景象，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？是空无一物的虚无，还是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宇宙怪物？就在最近， NASA 的詹姆斯·韦伯空间望远镜又一次刷新纪录，把人类可观测宇宙的边界推到了大爆炸后仅仅 2.8 亿年的位置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离宇宙诞生那个时刻近的简直能闻到火药味了。这次的主角叫 MOMZ14， 一个红移值高达 14.44 的星系。它在天文学家眼里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宇宙奇迹。说实话，在韦伯升空之前，科学家们虽然说着我们要去寻找宇宙的第一缕光，但心里其实挺没底的。按照当时的理论模型，宇宙大爆炸后的那几亿年应该是所谓的黑暗时代，星系应该又小又暗。结果呢，韦伯这一看，直接看傻了。这些本该是婴儿阶段的星系，不仅长得飞快，还亮得离谱，甚至比理论预测的要亮100倍。这感觉就像是你走进一家幼儿园，本以为会看到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屁孩，结果推门一看，全是身高2米、浑身肌肉的壮汉。你说这宇宙是不是在逗我们玩呢？那么，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，韦伯这次把边界推向大爆炸近距离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宇宙早期这些违背常理的星系，到底是我们的理论错了，还是宇宙本身就藏着什么我们还没发现的超级加速器？首先，我们得聊聊这个 MOMZ14 到底有多离谱。在它之前，记录保持者是 JATES GSZ140，那是大爆炸后 2.9 亿年的产物。而 MOMZ14 又往前拱了1000万年。别小看这1000万年，在宇宙诞生的初期，每1秒钟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它的光经过了135亿年的长途跋涉，才被韦伯捕捉到。这束光出发的时候，地球、太阳系，甚至连银河系都还没影呢。更让科学家头大的是，这个 MOMZ14 不仅离得远，它还特别显眼。天文学家们用韦伯的近红外光谱仪反复确认，它的红移值确实是 14.44。这里的红移简单理解就是，因为宇宙在膨胀，光在跑向我们的过程中被拉长了。14.44这个数值意味着它发射出来的光被拉长到了原来的15倍以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早期的星系为什么能这么亮？目前科学家们提出了几种猜测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早期的星系里可能住着一群巨无霸恒星，这些恒星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，它们燃烧的极快，释放出恐怖的能量。这种恒星在现在的宇宙里几乎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早期那种高密度的环境下，它们可能就是宇宙的主宰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插播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，科学家在 MOMZ14 里发现了大量的氮元素。这简直就是个宇宙考古学的大新闻。大家知道，氮元素通常需要好几代恒星的演化、爆炸再循环才能产生，但在大爆炸后仅仅 2.8 亿年，宇宙哪有时间去折腾好几代恒星啊？这就好比你走进一个刚盖好的新房，结果发现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盘陈年老醋。目前的理论认为，这可能又是那些超级恒星搞的鬼。这些星体在短时间内就把重元素炼出来了，速度快得惊人。这直接挑战了我们对恒星演化周期的理解。除了这些化学成分的怪异， MOMZ14 还展现出了另一种超能力，它正在清场。在宇宙早期，空间里充满了中性氢，像是一场浓得化不开的大雾，光根本跑不远。这个时期被称为黑暗时代。后来，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出现了，它们发出的高能紫外线把这些氢原子给电离了，让宇宙变得透明。这个过程叫再电离。MOMZ14 周围已经出现了一片清朗的区域，说明它已经在凭一己之力拨云见日了。韦伯原本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搞清楚这个拨云见日的时间表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时间表得大幅提前了。我们再聊聊另一个最近爆火的发现，
天文学家还发现了一些早期的星系大碰撞，在那个宇宙还没满3亿岁的年纪，星系之间居然已经开始打架了。韦伯望远镜捕捉到的图像显示，好几个年轻的星系正在相互拉扯、合并，形成更大、更复杂的结构。这些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冲击波，就像一个超级催化剂，疯狂地压缩气体云，从而点燃了海量的恒星，让整个星系在短时间内亮度暴增。这不仅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婴儿星系能长得那么壮，还顺便解释了另一个宇宙谜题——超大质量黑洞的起源。因为每一次星系合并，它们中心的黑洞也会跟着合并。通过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方式，黑洞才能在宇宙早期就迅速积累起100万甚至上亿倍太阳质量。所以说，早期的宇宙不仅是个壮汉幼儿园，还是个残酷的决斗场。如果我们把宇宙的138亿年比作一天，那么韦伯现在看到的就是凌晨0点28分左右的景象。在这个时间点，本该是一片寂静，结果我们却看到了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。这种理论与观测之间的鸿沟，正是目前天文学界最兴奋也最头疼的地方。通过看这些最古老的星系，我们其实是在看自己的基因图谱。那些在 MOMZ14里被炼出来的重元素，最终经过几十亿年的漂泊，成了你身体里的碳，成了你骨头里的钙。韦伯望远镜就像是一个超越了维度的时光机，它的镜片必须保持在极低的温度下，才能捕捉到极其微弱的红外线。每一张发回来的照片，背后都是数千名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韦伯继续看下去，会不会看到大爆炸那一瞬间？很遗憾，目前的技术还做不到，因为在再电离之前，宇宙是不透明的。但韦伯正在带我们无限接近那个终极答案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下，这些早期巨型星系的出现，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定义暗物质的角色？现在的理论认为，是暗物质先聚集成了引力坑，然后普通物质才掉进去形成星系。但如果星系长得这么快，是不是说明暗物质的办事效率也比我们想象的高？我们还得提提接下来要接棒的大佬南希·格雷斯·罗曼空间望远镜。罗曼望远镜的视野将是韦伯的100倍，它一旦升空，这种像 MOMZ14一样的早期亮星系，可能一抓就是几千个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能真正摸清宇宙婴儿期的全貌。在这些100亿光年的尺度面前，我们个人的烦恼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但反过来想，我们这群微小行星上的碳基生物，居然能制造出窥探宇宙诞生秘密的仪器，这本身不也是一种奇迹吗？好了，总结一下，韦伯这次把边界推到大爆炸后2.8亿年，不仅是破纪录，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早期宇宙。那里有亮得离谱的星系，有还没断奶就开始打架的星系碰撞，还有莫名其妙出现的重元素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科普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支持一下。最后留个作业，你觉得人类能彻底解开宇宙大爆炸的谜团吗？我们在评论区见。